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原本今天是想继续探讨如何利用 Cloudflare 进行 IP 优选，进一步优化家庭网络的访问体验。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接下来的步骤，找回被运营商封禁的家庭宽带80和443端口。毕竟，直接通过标准端口号访问，比每次都带着端口号要优雅得多。这样不仅看起来更简洁，使用起来也更方便。不管是用 MB 看片，还是搭建自己的博客，都可以畅通无阻。在完成所有配置之后，我发现优化效果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好。根据实际测试结果来看，网页的响应速度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 Cloudflare 在不涉及跨境访问的情况下，对国内网络的加速作用不明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增加了额外的中转延迟。也有可能是我在某些配置上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排查和优化。尽管目前效果不理想，但在配置过程中，我几乎把通过 Cloudflare 无端口的家庭网络访问方案都尝试了一遍。我先把这一部分做成一个视频，把如何实现公网对家庭 NAS 服务的访问这个温饱问题解决掉。毕竟，无论是否有公网 IP， 我们都能够通过 Cloudflare 来稳定访问到家庭网络。而且在默认配置方式下，基本能达到全国、全球的基本全率。关键是以低成本的前提下获取高性能的网络服务。大家都知道，在国内云服务的带宽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比如阿里云和腾讯云，主机带宽通常只有20到30兆，而要提升带宽到100M 或更高，则费用非常昂贵。相比之下，如果利用家庭宽带的上行带宽，我们可以轻松获得100M 的上传速率。而且，家庭网络不仅带宽充裕，如果搭配 NAS 和高效的网络配置，还能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目前我们有3种方法可以实现免端口访问家庭网络服务，分别是 Origin Rules、Cloudflare Workers、Cloudflare Tunnel。我会逐项详细说明这3种方式的实现过程和优缺点。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方式1 Origin Rules 方式。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第一种实现家庭网络访问的方案，利用 Origin Rules 进行访问控制。Origin Rules 是 Cloudflare 提供的轻量级规则引擎，用于在边缘节点对进入的流量进行简单修改和路由，如路径重定向、端口转换、请求头修改等。它主要作用于 HTTP/HTTPS 流量，适合简单的规则处理，但不支持复杂逻辑和非标准协议的流量管理。适合需要快速配置和无需编写代码的场景，免费用户可以在限定的规则数量条件下，10条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服务基本上已经够用了。确定规则后，每月使用数量没有限制，但是采用这种方式必须有公网的 IP 地址。这种方式的配置比较简单，推荐大家优先使用。下面介绍下配置的过程，在路由器或者 NAS 上配置动态，根据 DDNS 动态域名的配置引导完成 Cloudflare 的动态域名的自动更新配置。这种配置方式其实很常见，这里就不多说了。这里我们配置的域名是 dymset.com， 在 Cloudflare 中配置原规则。在 Cloudflare 的网站界面的左侧功能菜单中找到规则选项，然后选择 Origin Rules， 接着点击创建规则，为这个规则起个名字。记得选择自定义筛选表达式，然后在字段中选择主机名，运算符设置为等于，数值填入我们在第一步中配置的完整动态域名 dymset.com。最后，在目标端口重写中填写你 NAS 上对应服务的端口号。我这里用的是 MB 的默认端口8096，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替换成对应的服务端口。到这一步，点击部署或保存按钮就完成了配置工作。这种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现在，你可以在浏览器中输入之前设置的域名，就能直接访问了。因为我们配置的是 HTTP 协议，所以目前只能通过 HTTP 的方式来访问。方式2 Cloudflare Workers 方式。使用 Cloudflare Workers 的方式确实比前面介绍的配置方法复杂度要高不少，但它的好处在于可以直接解决证书问题。这样一来，无论是 HTTP 还是 HTTPS 都能正常访问。
此外，得益于 Workers 的灵活性，还可以实现诸如双击备份等高级功能。我们将网络部署在家庭宽带下是节省了很多的费用，但是稳定性是无法和机房相比的。如果利用 Workers 的灵活配置，可以在家庭网络无法连接时转到备用网络或者租赁机房，这样可以在高性能、低成本，同时还获取到了高可用。当然，今天我们只是最初级的配置，这些复杂的配置以后看有没有机会再单独讲一下。不过，如果你对这些功能没有特别需求，还是推荐使用第一种方式。两种方式在实际应用中的差别并不大，使用第一种方法会更加简单直接。与前一不相同，在 NAS 或者路由器上配置动态域名。这一次我们假定配置式的仍然是 dymseth.com 进行 Cloudflare Worker 配置。在左侧的菜单中选择 Workers 和 Pages， 并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Work， 起个名字，点击部署。回到列表菜单，点击刚刚创建的 MBProxy，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代码。本页面所有涉及的代码我都粘贴在了我的博客中，在视频的下方有链接，可以直接取用。在编辑窗口中将上面的代码粘贴进去后点击部署。在右侧的功能窗口中可以同步看到端口转换后的效果。部署后可以获取一个 Cloudflare 的2级域名，使用这个域名已经可以访问自己 NAS 上的 MB 服务了。如果想使用自己的域名访问，还需要进行2步配置。在 DNS 中将 MV 域名解析到 Worker 生成的2级域名，同时打开小云朵。在 Cloudflare 网站的左侧菜单中选择 Workers 路由，右侧弹出的界面上点击添加路由选项，按照红框中样例将绑定域名填写进去。Worker 中选择我们刚刚部署的 MBProxy， 这样域名和 Worker 就构建好了关联。到这里，所有的配置就算大功告成了，而且还带有自动证书功能。虽然花了不少功夫，但总算是有了点成效。另外，使用 Workers 的方式还可以充分利用 Cloudflare 的内容分发功能，相比于第一种方案的端口转发会更高效一些。方式3， Cloudflare 隧道方式。在开始配置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方案的先决条件。虽然 Cloudflare 提供免费版服务，但要使用 Cloudflare Tunnel， 还是需要在 Cloudflare 平台上进行支付信息的验证。简单来说，就是需要绑定一张信用卡进行身份确认。这个验证只是为了激活某些高级功能，比如 Cloudflare Tunnel 和之前提到的回源服务，并不会产生实际的费用。所以，如果还没有绑定支付信息的同学，可以申请一张信用卡做个简单的验证。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 Cloudflare 隐藏了很多实用的免费工具和高级配置选项，只有完成支付验证后才能解锁。比如我们今天要用到的隧道加速、智能路由等等，都是 Cloudflare 的大宝藏功能。好的，现在我们正式开始 Cloudflare Tunnel 的配置。在 Cloudflare 的首页，我们首先需要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 Zero Trust 选项。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Cloudflare Zero Trust， 那么在进入这个页面时，系统会提示你进行初次配置。这里需要先为你的 Zero Trust 账户选择一个唯一的名称。如果你一时间想不到合适的名称，随便填一个也没关系。这个名称并不会影响实际的配置效果，而且后续我们还可以随时修改。这里我们只需要选择免费套餐即可，因为免费版已经足够满足我们配置隧道和优化家庭网络的需求了。免费套餐不仅包含了基本的隧道功能，还允许我们设置多种网络安全策略，非常适合个人和小型家庭网络使用。虽然 Cloudflare Zero Trust 是免费的，但在开通时仍然需要进行付款信息验证。也就是说，你需要输入有效的信用卡信息来完成身份验证。支持的信用卡类型包括 Visa、Mastercard 以及 American Express。只需要在填写信息时注意输入正确的卡号、有效期和 CVV 码，就能顺利开通 Zero Trust 服务。当你完成了支付信息验证并开通 Zero Trust 服务后，系统会自动跳转到 Zero Trust 的管理页面。这时，你就会看到一个类似于控制中心的界面，这意味着我们的 Cloudflare Zero Trust 服务已经成功激活，可以开始配置了。不过，
接下来，我们并不打算在界面中进行配置操作，而是采用后台命令行的方式来完成。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呢？因为相比在图形界面中一步步点击设置，命令行操作更为直观、灵活，并且可以快速完成复杂的配置。下面以我的群晖 NAS 上进行演示操作，开始 Cloudflare Tunnel 的安装和配置。首先，我们需要在 NAS 上安装 Cloudflare 程序，这一部分的代码比较多，下载 Cloudflare， 赋予执行权限，安装结果的验证，这些代码的链接我都放在了视频的下方。创建 Cloudflare 隧道，首先是登录 Cloudflare 并获取授权，执行图片中的 Login 命令，执行后会输出一个 URL 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在弹出的浏览器中选择授权创建隧道的域名空间。如果你的 SSH 客户端不支持链接点击，就复制链接，并在浏览器中打开，并登录 Cloudflare 账户，允许 Cloudflare 访问你的 Cloudflare 账户。我这里选择是我的 safe.com 的域名。第二步是使用 Cloudflare 创建隧道，并指定一个名称，例如 MyTunnel。执行该命令后，你会看到一个输出，其中 Tunnel ID 是新创建的隧道 ID， 记住它，后面的配置中我们需要用到。创建隧道 ID 后，需要将 ID 与我们的域名进行关联，需要执行屏幕中显示的命令。执行后可以回到 Cloudflare 中确认是否配置成功，类型为 name， 名称是我们想用的域名，内容就是前面刚刚生成的隧道 ID 开头的字符串。Cloudflare 的代理小云朵已经开启。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就需要配置隧道配置文件了。首先创建 Cloudflare 配置文件目录，然后创建并编辑 config YML 文件，用你的隧道 ID 替换配置文件中的隧道 ID， 重点关注下面的部分。Hostname 是我们想要访问的域名， Server 部分是保存在 NAS 或者家用电脑中的端口服务。配置完成后保存退出。执行屏幕上的命令启动 NAS 上 Cloudflare 隧道服务。在执行 Cloudflare 命令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网络协议的选择。默认情况下 Cloudflare Tunnel 使用的是 Quick 协议，但由于运营商对 UDP 协议的流量干扰，可能会导致 Quick 连接不稳定，甚至直接被阻断，这就容易出现连接频繁掉线或无法建立的情况。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 Cloudflare 的协议强制设置为 HTTP2。虽然 HTTP2 使用的是传统的 TCP 连接，可能在低延迟方面稍逊色于 Quick， 但它在国内的网络环境中更稳定、更可靠。因此，推荐大家在执行命令时显示指定 HTTP2 协议。到这里，我们的所有配置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 Cloudflare 的 Zero Trust 管理界面，验证一下配置是否生效。打开 Cloudflare 的管理界面，进入 Zero Trust 部分，在左侧菜单栏中找到 Access 下的 Tunnels 选项。你应该可以看到刚才在 NAS 上创建的 MyTunnel 隧道，此时状态应该显示为健康状态，这表示隧道已经成功连接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在浏览器中输入你配置好的域名，比如 homesafe.com， 你应该能够顺利地看到已经部署在家庭网络中的服务页面，比如你的 NAS 管理界面或者你设置的其他服务。这就表明我们刚刚通过 Cloudflare Tunnel 建立的隧道已经成功工作了。如此枯燥，谢谢你还能看到这里。不过如果你正好有部署自己网络服务的想法，通过前面介绍的方法，你一定能部署好一台网络质量好、后台计算能力强大的服务，而且能节省下价格不菲的网络服务租赁成本。好吧，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过程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并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